默250分，年级倒数第一。班主任王老师冷冷地念出我的成绩，整个教室瞬间陷入死寂，紧接着爆发出一阵哄笑声。我去，陈默又刷新下线了。3年了，这货怎么还是这个鬼样子？250分，我闭着眼睛都能考得比他高。我坐在最后一排，面无表情地听着这些嘲讽。桌子上摆着刚发下来的模拟试卷，每一科的分数都精准地控制在及格线以下。数学68分，语文72分，英语59分，理工143分。看起来像是个彻头彻尾的学渣，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些分数是我精心计算出来的结果。每一道题的对错，每一个选择，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陈默，你过来一下。我慢慢站起身，走到讲台前，40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，有的幸灾乐祸，有的不屑一顾，还有的露出同情的神色。还有2个月就高考了，你就这个水平，你父母为你花了多少钱，请了多少家教，你就是这么回报他们的？我低着头，没有说话。算了，你回去吧，爱怎么样怎么样，反正也救不了了。回到座位上，同桌林小雨小声对我说：“陈默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记得初中的时候你成绩挺好的，怎么到了高中？”他没有说完，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。怎么就变成废物了？如果我告诉他3年前的那个夜晚发生了什么，他还会这么问吗？坐在我前面的学霸张宇轩回过头来，脸上挂着优越的笑容。陈默，要不要我给你补补课？当然了，可能效果不会太好，毕竟智商这东西。他故意没说完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。教室里又响起了一阵笑声，我依然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整理着试卷。这些嘲讽我已经听了3年，早就免疫了。咱们班要是没有陈默垫底，年级排名还能往上提几名呢？就是啊，白占1个名额。听说他爸妈都快结婚了，到处托人找关系，想给他找个能收的大学。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，但我强忍着没有表现出来。下课铃响了，王老师抱着教案走出教室，临走前还瞪了我一眼。同学们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讨论着成绩。张宇轩那边围了一群人，都在夸他这次又考了年级第一。宇轩哥，你这次数学满分吧？还用问吗？宇轩哥可是我们市的数学竞赛冠军，清华北大随便挑啊。听着这些恭维声，张宇轩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得意，他有意无意地瞟向我这边，眼神中满是嘲讽。我收拾好东西刚准备回家，张宇轩突然叫住了我。陈默，等等！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。听说你家又给你请了新的家教，省省吧。有些人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，不如早点去学个技术，修车搬砖什么的，至少还能养活自己。周围的同学都在偷偷看着这边，有人在窃窃私语。我看着张宇轩那张得意的脸，心中涌起一阵冲动，想要告诉他真相，但最终我还是忍住了。我知道了。张宇轩显然对我的反应有些失望，他大概希望看到我愤怒或者崩溃的样子。真没意思。他转身走了。我走出教学楼，夕阳西下，校园里的梧桐叶子正黄，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妈妈发来的微信。默默，今天考试成绩怎么样？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没有回复。一个骑着电动车的中年男人在校门口等着我，那是我爸。他看到我出来，脸上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默默，今天考得怎么样？我上了电动车后座，依然没有说话。爸爸没有再问，载着我往家的方向骑去。路上经过一个广告牌，上面写着距离高考还有62天，鲜红的数字格外刺眼。我知道再过2个月一切都会结束，这场我策划了3年的戏也该到收官的时候了。回到家，妈妈已经做好了晚饭，满满一桌菜。她看到我进门，眼中闪过一丝期待，但很快就黯淡下去。默默，洗手吃饭。我点点头，去洗手间洗手。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很普通，甚至有些木讷，可谁能想到这张平凡的脸后面藏着什么样的秘密？饭桌上气氛有些压抑，爸妈都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吃饭。成绩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多少分？250。筷子掉在桌上的声音格外清脆，妈妈的眼圈瞬间红了，她捂住嘴，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。爸爸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重重地叹了出来。默默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我继续吃饭，没有说话。你表哥上次模拟考试考了686分，已经收到好几个名校的预录取通知了。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智商应该差不多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就这么不争气？虽然他没有说出来，但我知道他想表达的意思。明天我再去给你找个家教，这次找个更好的。不用了。什么？我说不用了，2个月时间来不及了。这句话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妈妈再也忍不住了，趴在桌子上开始哭泣。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我们？你从小就聪明，幼儿园的时候就能背唐诗，小学考试从来没下过95分，初中也是年级前10，怎么到了高中就……是啊，我也想知道为什么，或者说我很清楚为什么，但我不能说。行了，默默，你先回房间吧。我站起身走向自己的房间，关门的那一刻，
我听到妈妈压抑的哭声从客厅传来。房间里很安静，书桌上摆着各种教辅书和试卷，看起来像一个努力但成绩不好的学生的房间。但如果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这些书的翻阅痕迹都很浅，甚至有些书根本没有打开过。我打开书桌的抽屉，从最里面拿出一个小本子，这是我的秘密，3年来从来没有人看过。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种数据，每次考试的题目类型、难度系数、分数控制方案、同学们的反应、老师的态度变化。这是我为了这场戏准备的剧本。翻到最后一页，上面写着倒计时62天。我拿起笔，在下面又写了一行字：是时候了。手机铃声响了，是表哥陈浩打来的。默默，听说你今天又考砸了，要不要哥哥给你辅导一下？虽然时间有点紧，但说不定还能往上提一提。不用了，哥。默默，你不能放弃啊！高考可是人生大事，就算考不上好大学，至少也要考上一个大学啊！你看，哥哥马上就要去清华了，以后还能帮你找工作呢。清华？我在心里冷笑了一下。哥，我知道你的好意，但真的不用了。那你好自为之吧。等哥哥去了清华，一定会好好学习，给咱们家争光的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。3年了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个废物，父母失望，老师放弃，同学嘲笑，亲戚们背地里议论，但没有人知道，我一直在等一个时机，一个可以让所有人都闭嘴的时机。而现在，这个时机快到了。我拿起手机，打开一个加密的文件夹，里面是我这3年来偷偷做的各种竞赛真题、模拟卷，甚至是往年高考题的答案和解析。每一道题，我都能在10秒内给出正确答案，每一个知识点我都烂熟于心。我不是学渣，我是天才，但我选择做了3年的学渣，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。是时候让所有人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了。第2天早上，我照常来到学校，教室里已经坐了不少同学，大家都在讨论昨天的模拟考试成绩。张宇轩被一群人围在中间，正在得意地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。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技巧，就是要多思考，多总结。当然了，天赋也很重要。有些人就算再努力，也……他的目光有意无意地瞟向我这边。我走到座位上坐下，拿出课本开始假装努力。这是我3年来一直保持的人设。陈默，你昨天回家被骂了吧？我听我妈说，你妈昨天晚上去超市买菜的时候，眼睛都哭肿了。我没有理他，继续看书。真可怜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也确实该努力了。马上高考了，总不能真的考个大专吧？这时，班主任王老师走进了教室，他的脸色比昨天更难看，显然是因为昨天的成绩统计让他很不满意。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昨天的考试，整体来说，成绩很不理想，特别是班级尾部的几个同学，简直是一言难尽。沉默，你站起来。我慢慢站起身，感受到全班同学的目光聚焦在我身上。你昨天的数学卷子选择题错了8个，这些题都是最基础的题目，初中生都能做对。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错的？其实我很想告诉他，我不是做错了，而是故意选错的。为了控制分数，我必须精确地计算每一道题的得分，但我不能说。老师，我可能是粗心了。粗心？3年了，你一直在粗心吗？教室里响起了窃窃私语声。沉默不是粗心，是真的不会。张宇轩说的对，如果只是粗心，不可能错这么多基础题。沉默，你是真的不会对吧？我握紧了拳头，但表面上依然保持着木讷的表情。老师，我会努力的。算了，你坐下吧。我刚要坐下，王老师又说道：等等，我有个提议。还有2个月就高考了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来一次摸底考试。这次考试我们邀请隔壁班的尖子生一起参加，看看我们班的真实水平。隔壁班？我心里一动。隔壁班的班长是全年级第2的学霸，叫做赵雨欣。他一直和张宇轩在年级排名上你追我赶，是公认的清华北大的种子选手。老师，这个主意不错，正好可以让某些人认清现实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明天下午进行联合测试，到时候看看我们班谁能在全年级脱颖而出。下课后，同学们都在兴奋地讨论明天的测试。张宇轩肯定能拿第一。那可不一定，隔壁班的赵雨欣也很厉害。不管怎么样，前10名肯定有我们班的份。张宇轩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沉默，明天的考试你也要参加吧？我点点头。那你可要加油啊！不过我建议你考虑一下，是不是应该主动申请不参加，免得到时候又是倒数第一，给班级丢人。周围的同学都在看着这边，有人在憋笑。我看着张宇轩那张得意的脸，心中涌起一阵冲动。3年了，我忍了3年，也许是时候给他们一点小小的震撼了。我会参加的，而且我会很认真的考。认真的考？好啊，那我倒要看看你认真起来能考多少分。他转身要走，我突然叫住了他。张宇轩，怎么了？你觉得这次考试的第1名会是谁？当然是我，还能是谁？是吗？那我们明天见分晓。看着我脸上诡异的笑容，张宇轩心里涌起一丝不安，但很快他就把这种感觉抛到了脑后。一个连续3年倒数第1的废物能翻出什么浪花？他不知道的是，明天将是他人生中最震撼的一天。当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听着隔壁传来父母压抑的谈话声。老公，你说默默是不是有什么心理问题？要不要带他去看看医生？应该不是，可能就是青春期叛逆吧。3年的叛逆期，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是不是给他的压力太大了？别胡思乱想了，
孩子的事情急不来。可是马上就高考了，如果真的考不上大学，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清，但我能想象到妈妈又在偷偷流眼泪。这种场景我已经见过太多次了。我拿起手机打开那个加密文件夹，里面有一段录音，这是3年前录下的，也是我策划这场戏的原因。我按下播放键，熟悉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。陈默这小子虽然聪明，但性格太软弱了，就是一点都不像男孩子，将来怎么在社会上混？我觉得应该让他吃点苦头，磨练意志。对，不能让他太顺利，否则将来遇到挫折就承受不住了。这是3年前，我意外听到父母和几个朋友的谈话。当时我刚刚以全市第3的成绩考入重点高中，所有人都说我是天才，前途无量。但是我的父母还有那些所谓的长辈，却在背后这样议论我。他们觉得我太顺利了，需要受点挫折。他们觉得我的性格有问题，需要磨练。他们甚至商量着要怎么教育我，让我变得更加坚强。那一刻，我的世界观彻底崩塌了。原来我一直以来的努力，在他们眼中只是运气好。原来我的天赋和成绩在他们看来反而是一种缺陷。既然他们希望我受挫折，那我就给他们一个天大的挫折。既然他们觉得我太顺利，那我就让自己变成一个彻底的失败者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策划了这场长达3年的表演。我要让他们尝尝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，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后悔。关掉录音，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时间，23点47分。明天游戏就要开始了。第2天下午，2个班的学生聚集在大阶梯教室里。这次测试由年级主任监考，显得格外正式。我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，看着前面那些信心满满的学霸们。张宇轩坐在第1排正中间，不时回头看向隔壁班的赵雨欣，两人眼中都燃烧着竞争的火焰。这次考试时间是2个小时，题目是我从几个名校的模拟卷中挑选出来的，难度比平时的模拟考试要高一些，大家要有心理准备。试卷发下来，我粗略地扫了一眼，心中暗自点头。确实是有难度的题目，对于一般的学生来说，能做对一半就算不错了。但对我来说，这些题目简直就像小学生的加减法一样简单。我拿起笔，故意停顿几秒，装出思考的样子。这是我3年来养成的习惯，哪怕是最简单的题目，我也要表现得很吃力。但今天我决定改变策略，我快速地在第1道选择题上做了标记，然后是第2道、第3道，整张试卷我只用了30分钟就全部做完了。而且这一次我没有故意做错任何一道题，每一道题我都给出了标准答案。做完之后，我放下笔，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前面还在苦苦思考的同学们。张宇轩正皱着眉头看着一道数学大题，笔尖在草稿纸上不停地划着。赵雨欣也在为一道物理题而犯愁，她咬着笔头，眼中满是困惑。看着他们这副样子，我心中涌起一种奇妙的快感。这就是所谓的天才吗？这就是所谓的学霸吗？不过如此。我看了看时间，距离考试结束还有1个半小时，我可以现在就交卷，但那样太过张扬了，还是等到最后10分钟再交比较好。于是我闭上眼睛，开始回想这3年来的点点滴滴，被老师批评，被同学嘲笑，被父母失望，被亲戚看不起。这些经历就像一部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播放，但从明天开始，一切都会改变。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人将会震惊到说不出话来，那些曾经嘲笑我的人将会后悔自己的无知，而我将会站在所有人都无法企及的高度，俯视着他们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教室里只有沙沙的写字声和偶尔的叹息声。终于，离考试结束还有10分钟的时候，我站了起来。老师，我做完了。我的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，所有人都回头看向我。沉默，还有10分钟，你再检查一下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检查过了。我走向讲台，教室里响起了窃窃私语声。沉默，这是放弃了吗？肯定是不会做，干脆交白卷算了。真可怜，这么重要的考试都放弃了。张宇轩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中满是不屑。在他看来，我这是彻底的自暴自弃。我把试卷交给年级主任，然后走出了教室。走廊里很安静，只有我一个人的脚步声在回响。我来到天台，看着远处的夕阳，心情出奇的平静。3年的忍耐终于要结束了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，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，大部分人都是一脸疲惫的表情。这次的题目真的太难了，数学最后1道大题我根本没思路，物理的最后2道题我直接放弃了。张宇轩和赵雨欣走在最前面，两人正在讨论答案。第15题你选的什么？我选的 D， 那道题的条件太隐蔽了，我差点就选错了。我也选的 D， 应该没问题。听着他们的对话，我在心里冷笑。第15题的答案是 C， 他们2个所谓的天才都做错了。第2天上午，成绩出来了，年级主任拿着成绩单走进教室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。这次考试的成绩有些出乎意料，由于题目难度较高，整体分数都不太理想。年级第1名695分，第2名681分，第3名672分。张宇轩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。681分，他平时模拟考试都能考到710分以上。等等，我再核实一下第1名的成绩。他拿出手机，拨通了教务处的电话。喂，教务处吗？我想确认一下昨天测试的成绩。对，年级第1名，你再查一遍，确定是沉默吗？教室里一片死寂，年级主任挂断电话，脸上的表情充满了震惊和困惑。同学们，我宣
宣布一下昨天测试的成绩：年级第一695分。沉默。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哗然。什么？不可能，肯定是搞错了。老师，是不是弄错名字了？沉默不可能考695分。我也觉得不可能，但是成绩确实是这样。我已经让教务处查了3遍，没有错误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眼中充满了震惊、困惑、怀疑。我依然坐在最后一排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前面。沉默，你过来一下。我慢慢站起身，走向讲台，每走一步，身后都传来窃窃私语声。这不可能是真的，肯定是作弊了，或者是试卷搞错了。走到讲台前，年级主任盯着我的眼睛，严肃地问：沉默，你昨天是怎么答题的？就是正常答题啊。正常答题？你平时的成绩这么差，这次怎么会这么高？可能是运气好吧。老师，沉默肯定是作弊了。他平时连及格都困难，怎么可能考695分？这绝对不正常！教室里顿时响起了附和声。面对这些质疑声，我依然保持着平静的表情，因为我知道这只是开始，真正的好戏还在后面。老师，我建议重新阅卷，肯定是哪里出错了。沉默，你真的没有作弊？我没有作弊。如果老师不相信，可以让我重新考一次。重新考一次？对。如果大家都觉得我是作弊，那我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重新考一次，用同样难度的题目，看看我能考多少分。我的提议让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如果真的是作弊，谁敢提出重考？张宇轩脸色更加难看了，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说：好啊，那就重考。我倒要看看你能考多少分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一个网页，这里有去年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真题，难度比昨天的测试更高。我可以用这套题目重新考试。年级主任接过我的手机看了一眼，脸色变得凝重起来。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，那可是全国最顶尖学生才能参加的考试，难度远超高考。沉默，你确定要用这套题目？确定。我现在就把题目打印出来，你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一遍。10分钟后，崭新的试卷放在我的桌子上，全班同学都围在我周围，睁大眼睛看着我。张宇轩站在最前面，双手抱胸，一副等着看好戏的表情。考试时间2个小时，现在开始。我拿起笔开始答题。我答题的速度很快，几乎没有任何停顿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同学们的表情开始发生变化。因为我在解答大题的时候，每一步的推演都写得清清楚楚，逻辑严密，思路清晰。张宇轩凑近了看了几眼，脸色逐渐变得苍白。那些题目连他都觉得困难，但沉默却解得如此轻松，如此流畅。40分钟后，我放下了笔，做完了。周围一片死寂。年级主任拿起试卷，快速地翻看着，他的表情越来越震惊，越来越不敢置信。这不可能！老师，沉默考得怎么样？满分。此话一出，教室里彻底炸开了锅。清华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的满分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张宇轩的脸色已经惨白如纸，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你怎么可能？我站起身看着他，淡淡的说：现在你还觉得我是作弊吗？张宇轩张了张嘴，但说不出话来。我的目光扫过教室里的每一个人，最后落在年级主任身上。老师，现在可以确认昨天的成绩没有问题了吧？沉默，你为什么之前？没等他说完，我抢先开口：老师，我想请假回家一趟，我有些事情要处理。好的。我收拾好东西，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走出了教室。从今天开始，一切都会不同了。那个被所有人看不起的沉默已经死了，现在站在这里的是一个让所有人都仰望的天才。我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来到了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厅。坐在窗边，我拿出手机，开始浏览各个班级的群聊，消息正在疯狂的刷屏。我操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沉默考了年级第1。不可能吧？那个学渣，我亲眼看到的，695分。听说他还当众重新考了一次，还是满分。满分？什么考试？清华自主招生真题。什么？我们学校莫不是出了个天才？看着这些消息，我心中涌起一阵快感。这才哪到哪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此时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妈妈打来的。默默，听说你今天考试了，成绩怎么样？还可以。多少分？695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传来妈妈颤抖的声音：你说多少？695分，年级第1。哐当一声，电话那头传来什么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。妈，你还在吗？默默，你没骗妈妈吧？真的是695分？真的，不信你可以问老师。又是一阵沉默，然后传来妈妈压抑的哭声。这一次，她哭的不是绝望，而是高兴。3年的痛苦，3年的失望，在这一刻全部释放了出来。我马上回家。好的，妈妈这就去买菜，今天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挂断电话，我继续坐在咖啡厅里静静的等待着。我知道消息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学校，然后传到我们家的亲戚朋友那里。那些曾经嘲笑我的人，现在应该是什么心情呢？半个小时后，我的手机开始疯狂响起。第一个是表哥陈浩。默默，听说你考了年级第1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这怎么可能？可能是我之前没有认真学吧。没有认真学？你这次考了多少分？695。电话那头传来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。陈浩自己的最好成绩也就686分，而且那还是他超常发挥的结果。695分，这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。
这不可能，你肯定是。是什么？没什么，恭喜你，默默。但我能听出他语气中的不甘和嫉妒。从小到大，他一直是家族里的骄傲，是所有长辈夸奖的对象，而我一直是被拿来对比的反面例子。现在这种情况突然逆转了，他能接受吗？接下来各种电话接踵而至，亲戚、朋友、邻居，所有人都想确认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。我耐心地回答着每一个电话，享受着他们语气中的震惊和不敢置信。最后一个电话是王老师打来的。陈默，你现在在哪里？马上回学校一趟，校长要见你。校长要见我，我心中一动，看来这件事的影响比我想象的还要大。好的，我马上回去。回到学校，我发现整个校园都在传说着我的事情。走廊里，同学们看到我都会停下脚步，窃窃私语。就是他，突然考了年级第1的那个。真的假的？看起来很普通啊。听说清华自主招生考试他考了满分。来到校长办公室，里面坐着校长、年级主任，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老师。陈默，我们想了解一下你的情况。你之前3年的成绩一直很差，为什么突然？我看着他们，心中冷笑。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只是认真考试而已。认真考试？那你之前3年都没有认真考试吗？也许吧。校长和老师们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我能看出他们眼中的困惑和不安。陈默，你要明白，这种反常的情况会引起很多猜测。为了证明你的清白，身为校长，我建议你接受一次全面的测试。什么测试？心理测试、智力测试，还有学科能力测试。我们已经联系了专业的机构，明天就可以进行。可以。那就明天上午9点在教务处集合。走出校长办公室，我在走廊里遇到了张宇轩，他看到我，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。沉默，有事吗？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看着他，想起3年来他对我的嘲讽和羞辱，心中涌起一阵快意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是时候认真一点了。认真一点？你的意思是之前3年你都是在装的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笑了笑。这个笑容让张宇轩心中涌起一阵寒意。如果陈默真的是在装，那这个人该有多可怕？装了3年的学渣，忍受了3年的嘲笑和羞辱，这需要多强的意志力？而且能够精确地控制每次考试的分数，让所有人都以为他是真的笨。这样的智商和心机，简直让人不寒而栗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觉得呢？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留下张宇轩一个人站在走廊里，脸色惨白。第2天上午，我准时来到教务处，已经有好几个专家在等着了，他们带来了各种测试设备和问卷。陈默同学，我是李教授，来自师范大学心理学院。今天我们要对你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，希望你配合。没问题。测试进行了整整1上午，智力测试、性格测试、学习能力测试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各科专业测试。我认真地完成每一项测试，丝毫不敢大意，因为我知道今天的结果将决定很多事情。中午12点，所有测试结束。陈默同学，你先回去吃饭，下午2点来听结果。我点点头，走出教务处，在校门口，我看到了等在那里的父母。妈妈的眼睛还是红的，显然昨天晚上激动的没睡好。爸爸的表情有些复杂，似乎还在消化这个巨大的转变。默默，测试怎么样？还可以，下午出结果。回到家，桌上摆着丰盛的午餐，妈妈做了我爱吃的红烧肉，还有糖醋里脊、宫保鸡丁。默默，你一定饿了吧？快吃！吃饭的时候，气氛有些尴尬，爸妈显然想问我很多问题，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默默，你能告诉爸爸之前是怎么回事吗？你们真的想知道？当然想知道，我们是你的父母，有权利知道真相。我在心里冷笑。3年前，当你们在背后议论我的时候，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当你们决定要给我一些挫折教育的时候，询问过我的意见吗？好吧，我确实有些事情要告诉你们。我站起身，从房间里拿出了那个录音设备。在告诉你们真相之前，我想让你们听一段录音。我按下播放键，3年前的那段对话再次响起。听到这段录音，爸妈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默默，你怎么会有这个录音？因为那天我就在门外，我亲耳听到了你们的谈话。客厅里陷入了死寂，爸爸张了张嘴，想要解释什么，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原来在你们眼中，我的优秀是一种错误，我的成功是一种缺陷。不是的，默默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觉得我太顺利了，需要受点挫折；你们觉得我性格太软弱，需要磨练意志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满足了你们的愿望。3年的倒数第一够不够挫折？3年的嘲笑和羞辱够不够磨练？现在你们满意了吗？妈妈彻底崩溃了，她捂着脸痛哭起来。对不起，默默，都是妈妈的错，我们不该那样说。默默，我们真的没想到会这样。看着他们痛苦的样子，我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。这就是我等了3年的时刻，让他们尝到后悔的滋味。但为什么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痛快？默默，你能原谅我们吗？我沉默了很久，最终点了点头。我原谅你们，但是以后请不要再试图控制我的人生。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了。下午2点，我回到学校听测试结果。李教授看着手中的报告，表情十分严肃。陈默同学，你的测试结果很特殊，测试显示你的 IQ 达到了156，属于天才级别，各科专业测试的成绩也都是满分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陈默同学确实具备超常的学习能力，但
但是什么？心理测试显示，你的性格中有一些，怎么说呢？你有很强的控制欲和表演天赋，能够长期维持一种虚假的人格面具。听到这里，在场的老师们都露出了不安的表情。一个能够装3年学渣的天才，这确实让人感到不安。不过，从测试结果来看，你并没有反社会倾向，也不存在心理疾病，只是性格比较复杂。那么，关于陈默同学的成绩，我们可以确认是真实有效的。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学校，陈默，那个连续3年倒数第1的学渣，原来是一个 IQ156的天才。他不是突然爆发，而是一直在伪装。这个消息比昨天的成绩更加震撼人心，因为它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：他们身边可能藏着一个比他们想象中更加可怕的怪物。消息传出后的第2天，整个学校的气氛都变得诡异起来。同学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敬畏和恐惧，老师们对我的态度也变得小心翼翼。没有人再敢嘲笑我，也没有人再敢小看我，但同时也没有人愿意真正接近我。我成了一个被孤立的天才，这种结果其实在我的意料之中。下课时间，我独自坐在教室里看书，周围的同学都离我远远的，窃窃私语着什么。真可怕，装了3年的学渣，这种人的心机太深了。谁知道他还在装什么？我没有理会这些议论，继续看着手中的书。这是一本大学数学教材，对现在的我来说，这些内容已经有些简单了。沉默。我回头看到张宇轩站在那里，他的脸色比昨天更加难看了。有事吗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恨我吗？为什么要恨你？因为我之前对你的态度。如果你真的是天才，那我之前对你的那些……他没有说完，但我明白他的意思。他害怕我会报复他。看着他恐惧的样子，我心中涌起一种奇妙的感觉。3年来，我确实受到了很多嘲笑和羞辱，但现在想来，这些人其实并没有真正伤害到我。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实力，我知道他们都是错的。真正伤害我的是我的父母，是那些本应该无条件支持我的人，却在背后质疑我的价值。我不恨你，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我，所以你的看法对我来说并不重要。张宇轩愣住了，显然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。但是我想给你一个建议，以后不要轻易的看不起任何人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实力。说完，我收拾好东西，准备离开教室。沉默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很简单，就是证明自己的价值。证明给谁看？证明给那些曾经质疑我的人看。走出教室，我来到学校的天台上，这里很安静，可以俯瞰整个校园。我拿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喂，陈浩表哥吗？默默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问问你，清华的录取分数线大概是多少？清华大概需要690分以上吧，不过也要看具体的专业。这样啊，那如果我高考考700分以上，应该能进清华了吧？700分以上，默默，你不要太自信了。虽然你这次模拟考试成绩不错，但高考和模拟考试还是不一样的。是吗？那我们高考后再聊吧。挂断电话，我又拨通了另一个号码。喂，小雨吗？陈默，你居然主动给我打电话了。想问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觉得我现在还是原来的那个陈默吗？林小雨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我觉得你一直都是沉默，只是我们之前都没有真正了解你。这个回答让我有些意外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虽然你的成绩突然变好了，但你的性格并没有太大变化，你还是那么安静，那么神秘。神秘？小雨，你不害怕我吗？害怕什么？害怕你一直在装，害怕你心机很深。如果你真的心机很深，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实力呢？继续装学渣不是更安全吗？这个问题让我陷入了思考。是啊，为什么我要暴露自己的实力呢？可能是因为我厌倦了。厌倦了什么？厌倦了假装，厌倦了隐藏，厌倦了被所有人看不起。那就不要再隐藏了，做回真正的自己。做回真正的自己。可是我还记得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吗？3年的伪装，3年的隐忍，我是否已经分不清哪个是真实的我，哪个是虚假的面具了？晚上回到家，我发现家里的气氛已经完全不同。爸妈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愧疚和小心，他们似乎害怕说错什么话再次伤害到我。默默，今天在学校怎么样？还好。有没有人为难你？没有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吃晚饭的时候，他们都很小心地避开任何可能敏感的话题，只是关心我的身体和学习。这种小心翼翼的态度，让我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。我想要的是他们的后悔，但我得到的却是他们的恐惧。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结果吗？距离高考还有30天，我的生活回归了平静，但这种平静表面下暗流涌动。老师们对我格外关注，生怕我再出什么意外。同学们对我敬而远之，既佩服又害怕。我成了学校里最特殊的存在。沉默，你对高考有什么计划？正常发挥就行。正常发挥，你现在的成绩已经足够进任何大学了，但高考毕竟是一锤子买卖，万一出现什么意外，不会有意外的。沉默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暴露实力？为什么不早一点？这个问题我已经被问过无数次了。因为时机到了。什么时机？证明自己的时机。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，我考了716分，再次刷新了年级纪录。这个成绩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716分，这已经是全省前10的水平了。沉默，
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可能是我们学校历史上最优秀的学生。最优秀的学生，我在心里笑了笑。如果我3年前就展现这种水平，他们还会这么说吗？高考前1周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。喂，是陈默吗？我是清华大学招生办的老师。您好，我们听说了你的情况，对你很感兴趣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提前给你一个预录取的机会。什么条件？高考成绩在680分以上，就可以直接录取到我们的数学系。680分，对我来说，这简直就是送分题。我考虑一下。好的，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感到一种奇妙的满足感。3年前，如果我以正常的成绩申请清华，可能还需要经过激烈的竞争，但现在他们主动找上门来，这就是天才的待遇。高考前1天，全校师生为我们举行了壮行仪式，校长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讲话，老师们为我们送上祝福，同学们相互加油打气。我站在队伍中，看着这一切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如果3年前我没有听到那段对话，如果我没有选择隐藏自己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我还会是那个单纯的少年吗？还是说，这3年的经历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加成熟，但也更加复杂的人？沉默，明天加油！你也加油！我就算了，反正也考不过你，不过我会尽力而为的。小雨，怎么啦？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没有害怕我。林小雨愣了一下，然后笑得更加灿烂。为什么要害怕？你又不是怪物。不是怪物吗？可能吧。高考那天，天气很好，阳光明媚。我提前1个小时到达考场，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。张宇轩也在，他看到我时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沉默，加油！你也加油。不过，我觉得我应该是考不过你了。说真的，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天才，现在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天才。我看着他，想起3年来的种种往事。张宇轩，其实你也很优秀，只是我们的起点不同。走进考场，我坐在指定的位置上，拿出准考证和身份证。监考老师检查完毕，开始分发试卷。现在开始考试，时间150分钟。我拿起笔，看了一眼试卷，语文。我最不确定的科目，但对现在的我来说，这已经不是问题了。我开始答题，思路清晰，下笔如有神。3年的等待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所有的隐忍，所有的屈辱，都将在这场考试中得到回报。2天的考试很快结束，走出考场，我看到等在门口的父母。默默，考得怎么样？还不错。有把握吗？应该能上清华。这句话说得很轻松，但在旁边路过的考生和家长听来，却如雷贯耳。能上清华，这是多么大的自信。1个月后，高考成绩公布，我考了718分，全省第一。这个消息传出后，整个城市都轰动，电视台来采访，报纸刊登报道，网络上也开始疯传我的故事。学渣逆袭成为状元，隐藏3年的天才，最神秘的高考状元，各种标题层出不穷。我成了名人，清华、北大、复旦各大名校的招生办都给我打电话，希望我能选择他们的学校。最终，我还是选择了清华大学数学系，不是因为它是最好的选择，而是因为这是我3年前就确定的目标。填志愿那天，我坐在电脑前，看着屏幕上的选项。沉默，你确定选清华数学系吗？确定。1个月后，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。我终于实现了我的目标，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兴呢？3年的计划成功了，我证明了自己的价值，让所有人刮目相看。但同时，我也失去了一些东西。那个单纯的少年，那个相信世界美好的我，已经永远消失了。现在的我更加聪明，更加强大，但也更加孤独。这是我想要的结果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这一切都已经无法回头了。我就是现在的沉默，一个用3年时间证明了自己的天才，一个永远不会再相信任何人的怪物。